赚钱是价值交换的结果，不是你努力的结果。赚钱跟努力是没有关系的。如果你想要赚钱，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你提供的价值有多稀缺；第二个，你能满足多少人。当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很多事情你自然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你好，我是建平，我是艾拉。如果这是你第一次来到这个频道，欢迎你订阅我们，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们每周会用10分钟的时间来介绍财富思维。总会有人问我们，让我们推荐一些财富类的书籍。如果我们只能推荐一本书，是所有想要赚钱的人都必须要看的话，那会是什么呢？那就是这一本《纳瓦尔宝典》。这是一本讲如何获取财富和幸福的书。纳瓦尔是谁？他的全名叫做纳瓦尔·拉维坎特。不到10岁的时候就跟随父母从印度移民到了美国。那时候他们一家人穷得叮当响，纳瓦尔到处给别人打黑工。后来纳瓦尔发愤图强，考上了常青藤大学。大学毕业之后一路开始创业、投资，短短15年的时间就从一个穷小子一跃成为美国最知名的投资人之一。所以很多人都很崇拜他，都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而他对财富是什么，普通人应该如何赚钱这件事情的看法，一直都陆续的发到他的推特里面。后来呢，他有一个粉丝叫做埃里克，就整理了这些推特的内容，整理出了这一本《纳瓦尔宝典》。如果你还不知道这本书，那么恭喜你，这本书或许就是你人生的新起点。如果你已经看过了，那更好，因为这部影片的最后我会跟你分享未来几年普通人想要创业赚钱的路子到底应该怎么走。很多人都想要赚钱，包括关注我的频道的你们。那你们真的知道钱是什么吗？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废话的问题，大多数人是真的没有这个认知，这也是绝大多数的人一辈子都跟财富无缘的原因。纳瓦尔说，钱不是运气的附属品，也不是蛮力的结果，而是你给社会提供的某种价值之后，社会给你打的一个欠条。纳瓦尔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当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很多事情你自然就知道该怎么做了。赚钱呢是价值交换的结果，不是努力的回馈。赚钱跟努力是没有关系的。纳瓦尔在书中说如果你想要赚钱，那就有2个关键点。第一个是你提供的价值有多稀缺，第二个是你能满足多少人。所以你必须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思考，有什么东西是稀缺的，而你正好能提供的，而最好又是能够提供给很多人的东西。对所有人来说思考什么是稀缺的产品，是你开始赚钱的第一步。但是我要说这是一件非常正确，但是做起来非常难的事情，甚至是违背人性的事情。因为提供稀缺的产品，必然就意味着你要跟别人不一样。但是这个社会从小到大教你就是让你跟别人一模一样，告诉你要标准化，不然你就不及格了。你自己想一想，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从小学到高中到初中到大学都是一样的。我们学习都是同一套的知识，每次考试都是同样的题目，谁考的分数高，谁就是好学生。后来一直到了工作，各种标准化的流程，按照老板的工作要求执行的最好，你就能晋升的越快。所以你发现了吗？从小到大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让自己跟别人一样。但是你有思考过吗？那些越是能赚大钱的人，他越是明白把精力放在思考如何提供稀缺价值这件事情上面。福布斯富豪榜上面的人明白，他们变得有钱的本质原因是因为提供了别人提供不了的价值。那怎么才能提供稀缺的价值呢？怎么才能让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呢？这个就是纳瓦尔在书中透露的第2个心法，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做出自己的特长。这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通往财富自由的钥匙。很多人是没有信心的，他们会问这么一句话：我没有专长，但是我有一些不入流的兴趣，这也算是一种价值吗？
前几天在抖音刷到了一个100万人同时在线的直播间。什么人的直播间人气这么高呢？其实他就是一个鉴宝的博主，就是很多人把他家里自己祖传的或者从古玩市场淘到的，然后让那个博主直播来帮他鉴定价值多少钱。这个博主他本身就很喜欢古玩，也很懂历史，他能很精确的说出这个产品这个东西是哪个朝代的，哪里产的东西。所以这么高的人气就足以说明，即便是一种在大众看来觉得不入流的兴趣，只要你在这个兴趣上钻研到了极致，你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它也是有用的。所以只要你有兴趣，即便是短期之内你做这个东西不值钱，或者你觉得不入流，你也能够坚持的做下去。很多人问我们自己创业累吗？每天都要做视频写文案累吗？实话说不累是假的，但是我们对财富自由很感兴趣，对赚钱研究很多。我们喜欢拍视频内容，分享我们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才能继续坚持到现在。而且我也很愿意看到我们的观众能够受到我们的启发，发展出自己的事业。这件事情花费了我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就会让你越来越愿意投入，而这件事情也会产生复利效应。我们认为不仅仅是金钱有复利效应，其实比金钱复利更重要的事情就是知识的复利效应。当你做一件事情做到极致，你钻研到极致，那么你能产生的价值就越大，你的壁垒就越高，你就能够越来越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在一个领域深耕之后，你赚钱就会变成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而不是苦思冥想才能找到的东西。但是在快速积累财富这件事情上面，这就够了吗？其实还不够的。纳瓦尔在书中说到他的第3个心法，就是你需要借助另外一个工具才能真正变得富有，那就是杠杆这个工具。纳瓦尔把杠杆分为3种类型的杠杆，第一种是劳动力，第二种是资本，第3种是没有边际成本的产品。劳动力是最传统的杠杆，也就是雇佣别人为你工作，但是这种方式首先就需要你投入大量的资金成本，同时对你的经营和管理能力要求很高。我相信但凡管理过团队的小伙伴都知道我在说什么。几乎所有做过老板的人一生都在学习如何管理别人，而且管理5个人的团队和管理50、500或者5000的人的团队是不一样的。第2种杠杆是资金，比如说基金经理或者是寻求融资的创业者。但是呢，这个对于我们的要求也很高。你想一想，难道你有信心拿着一份 PPT 就能够让别人给你融资几个亿吗？如果可以的话，那一定是有人给你背书，或者你已经是个小有名气的人了，别人才会放心把一大笔钱投到你那里。所以这也是我们普通人望尘莫及的选择。所以就剩下最后一种，我也是推荐普通人一定要去尝试的，就是生产没有边际成本的产品。什么意思呢？比如说编程，或者是做自媒体，或者是写书。如果你喜欢写小说，你可以把自己的小说写成书，复制出无限多份来，只要有人买，那你就有收入。如果你是做音乐的，那你能不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放到素材网上面去？每次有人用这个音乐来剪辑视频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一个版权费。所谓的没有边际成本的产品就是说卖给10个人和卖给100个人、1万个人都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不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额外的时间来做出更多的工作，不需要更多的成本。纳瓦尔说，以前我们社会分成2类人，有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我们知道这2种人的经济和阶级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么分了。现在的分法是会用杠杆的人和不会用杠杆的人。不会用杠杆的人工作又辛苦又不赚钱，不然的话，你可以看看在街上卖东西的小商小贩，辛苦一辈子能赚多少钱？是他们不努力吗？不是，是因为需求的局限性。
他能服务的也就那么十里八乡的人。你说我努力赚钱，我加倍努力，我从早上5点干到晚上10点，不好意思，你周围的需求就那么多，这跟你努不努力真的根本没有关系。那该怎么办呢？那就利用互联网的杠杆。而懂得运用杠杆的人是怎么做呢？就像我在抖音随便一刷，刷到一个卖烤鸭的人在直播间带货，每天能卖上百个单。如果你也有自己的产品，你也可以在抖音直播带货，你的时间单价就会被大大提高了，能让你触及到本来不认识的成千上万的潜在的客户，这就是互联网的杠杆。其实你也可以看看这几年最赚钱的行业是什么，是电商和直播带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符合了互联网这种无限扩张零成本的特点，他们都能获得没有天花板的收入。可是不幸的是，目前普通人能够选择的范围是越来越窄了。电商是几年前的风口，现在已经成了资本的游戏。基本上如果你不是大公司，你很难有成本运用自己的工厂，你只能沦为没有供应链的优势，倒买倒卖的中间商。而直播带货呢，它也沦为了资本的游戏，只有像辛巴、小杨哥这种头部才能够拿下市场最低价，普通人带货是基本没什么价格优势的。目前只有线上课程这个行业还在疯狂的扩张，原因其实很简单，因为课程它是不会被资本垄断的，课程的销售依赖的是老师的个人品牌，而不是靠资本。大家如果认可你这个老师，买的就是跟你这个老师的链接和结果，而不是这个课程了。就是这么个道理，所以对有能力的人来说打造一套线上的课程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边际成本，一次复制多次贩卖的产品，这也是普通人打造和快速积累财富的捷径了。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财富自由。很多人会问，如果已经积累了很多财富了，那什么时候会退休呢？纳瓦尔宝典中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分享给大家。我知道我们频道的很多观众都是想要赚钱、财富自由、提早退休的，所以我想跟你分享的是，纳瓦尔说退休的状态就是你不再为了想象中的明天而牺牲今天。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一件事情能够让你乐在其中，并且能够让你赚钱，其实你已经达到了退休的状态了。这就是纳瓦尔透露的第4个心法，而这个心法可以让你获得财富之后也不会空虚，一直保持快乐和幸福。你看，像巴菲特已经一把年纪了，90多岁还在工作，包括李嘉诚也是。那是因为他们缺钱吗？显然不是。这是因为他们喜欢做这个工作，而这会给他带来巨大的快乐和成就感。这样的人，他永远都是不会退休的，他的每一天也是充满意义的。但其实这件事情不是有钱人的专利，即便是普通人也可以达到这样的状态。我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只要你能够找到一个你喜欢的，而且刚好可以给你赚钱的事情，其实你就已经比99%的人更幸福了。我之所以推荐纳瓦尔宝典，不是因为他写了很多教你赚钱的办法，而是他会让你知道，即便是普通人，没有什么光鲜亮丽的背景，也是可以通过追求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来实现财富自由的。我觉得这就是纳瓦尔宝典给我们普通人如何追求财富和幸福上面最大的启示了。而这个也是我希望观看我们影片的你未来也能够达成的一种状态。而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要停止思考，不要躺平。我希望你能够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价值，打造出属于你自己的财富。好了，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如果你从今天的影片中获得一点价值的话，希望你帮我点赞并且分享给别人，让他们也能跟你一起进步。